周玉发在澳洲留学回国后，开了这家海鲜烧烤店。作为广东汕尾人，海鲜对于他而言最熟悉不过了。活是因为我们原用的所有放上烤炉的东西都必须是生猛的、会动的、是活泼的。挑个3、4两左右给我。这种就是3、4两的。哦哟。龙虾首先我们要看它整个腹部一定要饱满，我们看它整个状态，它一跳一跳的，其实这个龙虾也很不错。挑龙虾不仅要考虑肉质新鲜，同时还要兼顾炭火烧烤的因素。如果龙虾太大，则受热不均，容易出现虾壳烧糊而虾肉不熟的情况。黄沙海鲜市场，中国最大的海鲜集散地，每天货如轮转，24小时营业。要让海鲜在餐桌上活泼起来，首先考验的就是眼力。好像鲍鱼，把它拔开之后，然后它马上会收缩，因为它感受到外面的一种压力，或者会受到威胁，很紧张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像这一个很好的对比，是广州话所说的慢爪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。那你碰它，它都不会收缩或者会抓得很紧。从海鲜到店，再到上火烧烤，这段时间如何保持海鲜的活力，是周玉发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。鲍鱼用这15度左右的温度，然后它的盐度也在15度、16度，展现它最活泼的状态。那龙虾的盐度就会高一点，它就20度。你会看到它不动的话，其实它没有问题，因为它在最舒服的那个环境里面。每一个数据，每一个细节，都是周玉发在一次次挫折後積累的。佢完全已經係唔得㗎啦，佢唔識跳舞，唔夠活潑，我哋唔用得。周玉发的烧烤店不开午市，只在晚饭时间才开始营业，直到深夜。每晚10点后是店里最热闹的时光，铁网在炭火上烤得通红，各种海鲜准备就绪，各色的啤酒琳琅满目，食客们期待的冰与火之歌便拉开了序幕。随着炭火的炙烤，嫩滑的鲍鱼在炉上扭动丰腴肥美的身躯，仿佛随着音乐在舞动。由白嫩变得焦黄，喷清酒，待其快熟时，抹上一小块黄油，滋滋的响声伴着深海鲜味，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最后撒上些许喜马拉雅矿物盐佐味，炭烤鲍鱼便完成了。黄油的清新，矿盐的粗犷，高原与大海的气息完美融合。原贝在炭火热力之下，丰润的汁水被高温逼出，鲜亮红艳的贝肉勾起无限食欲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龙虾没有大脑，被剖开后依然活着。烤好的龙虾，肉质高厚，入口清新弹牙。是啊。蘸料才是烧烤的灵魂，周玉发对此颇费心思。蒜蓉本身太辛太辣了，
用上了我们家乡潮汕地区很普遍的一个菜谱，刚好它的甜也可以把那个蒜蓉的辛辣盖住了一点。鲜麻火辣的滋味在口里流窜，压一口啤酒，凉爽流满全身。活泼海鲜以冰与火之歌的美誉，成为广州食客的深夜食堂。好，别菜。周玉发的女朋友是个模特，她每次都会带上自己做的椰子冻去探班。没了喂！貌似平常的椰子冻，实际上需要耗费6个小时。为心爱的人烹调美食，周玉发觉得这才是幸福的味道。嗱，你啊！我今日天氣熱啊，可能仲用點啊？O 唔 OK 啊？我中意食呢啲。每年3、4月是南昆山苦笋丛生的季节，本地山民酷爱这种食材，张平新也不例外。这里要去要不用10分钟吧，就送到那个山顶那里。苦竹笋一拃长的身姿，青绿色的外衣，嫩生生的水灵，在丛林深处，在寻常路边，它们漫山遍野地跑，一点儿也不拘泥落脚于何处。咁樣都夠噶啦。因為咁樣財日嘅嗰啲太流嘅唔少嘛。過咗4月份之後咧，幾種黃瓜好食嘅啦，因為太流出到好耐啦嘛。而家呢度可以嘅嚇。新鲜的苦竹笋，苦味十分浓郁，不宜入口，需要用水煮够20分鐘。烚下佢，叫到就係嗰啲苦味就出嚟嘛，出咗佢再攞凍水嚟浸佢1天度啊，咁樣就食得噶啦。56歲的張平新從鋼鐵廠早退後，便從韶關回到南昆山，開啟了這家農家樂。南昆山森林覆蓋率達98%，負離子含量高達每平方厘米11萬個，遊客紛紛慕名而來，既為避暑，也為異常純淨無染的山間美味。不知道你喜歡吃，喜不喜歡吃？特色的嘛。三汁肉啊、河虾呀、那種地方也是。平時每周5都賓客滿座，今天只來了1桌客人，張平新有些失落。忘油爆乾五花肉，接着倒入苦竹筍，大火翻炒，待苦筍收汁入味儿，最後倒入觀音菜，大火爆炒。觀音菜絲毫沒有韭菜的衝勁兒，
爽脆甘甜，不经意间就把南昆山青山绿水的精髓收入腹中。观音菜是南昆山的一种土产素菜，学名山石韭菜，生长于山西边石堆中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昆山人，张平新熟悉野生观音菜的每一方藏身之处。每年7、8月是旅游高峰期，张平新就会上山挖野生观音菜当种来扩大种植规模。地方唔咩观音菜地方。观音菜与普通韭菜很相似，只是其叶片较宽。辨识观音菜，这是张平新从小就学会的生活技能。做數特別拿啲嘅係觀音菜，依家咧就唔咩觀音菜，依家係好似有點像殺sống土啊，呢就不能夠食。呢個觀音菜咧，即係廿三嘅可以拿回去種，之後可以食。最大嘅氣片咧、氣氛咧，觀音菜係這樣嘅點變嘅。这个周末客人少，比较清闲，张平新便约上儿子一起去小溪边搜寻另一种山间美味。清澈的小溪里，手指长的山坑鱼在游梭。山坑鱼异常敏感，钓鱼没别的诀窍，只需安静观察，耐心等待，鱼儿自会上钩。这1个钟的功夫，收获颇丰，晚上可以加餐了。回来了啊！热油，中火慢煎，直至山坑鱼两面变得焦黄，再加点酱油、生姜和辣椒，最后合盖焖2分钟，一道喷香的油煎山坑鱼便做好了。山坑鱼肉质紧实有弹性，外脆内松，十分下饭。油煎山坑鱼、观音菜炒苦笋、清炒腐竹，一顿家常菜，3双筷子，几句闲聊。周末的夜晚，张平新一家享受着山村里慢生活的时光。北海市东南红树林区咸淡水交界，孕育出一种稀有海产沙螺，又名西施蛇，在清代贵为贡品，今天成了食客追捧的珍馐。许清本是地道的北海人，和同辈的年轻人不同，他并不喜欢去城里打工，至今靠海吃海，跟祖辈一样，每天在海里讨生活。早上8点，正是海水退去露出沙滩的时候，这是挖沙螺的最佳时间。沙螺天生天养，不用下苗，不用喂养。每天定时在此采挖沙螺，这一幕场景已经上演了数百年而不绝。沙螺取之不尽，这是大自然对这个村庄的慷慨馈赠。沙螺深藏于沙面之下，无法一蹴而就，挖螺很费体力眼力。看那个地下面嘛，它那个
螺眼的话就是有堆沙，还有时候的话就是它有2个小洞，那个触角嘛。本地渔民一致恪守一个祖训：抓大放小。只有适度取用，这片海底的沙螺才能繁衍生息，取之不尽。3个小时的劳动，1箩筐的收获。村里有一个收购点，收获后统一发往广东吴川。吴川当地一直有食用沙螺的传统。这里大概就是30左右吧。今天出门太晚，许金本一上午只赚了平常的1半。沙螺娇气，一离开海滩，生命很快就会终结，必须马上打包发货。许金本经常帮收购点的龙叔发货，再赚点跑腿钱。早上人家出海，中午收货，然后下午4点钟车到了，然后我们就从家里出发上来河谷，打包放在车上嘛，反正也是辛苦钱啊。2个小时后，吴川人就能在当地餐厅吃上新鲜沙螺了。今天恰逢周6，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同学要回村聚聚。许金本特地去菜地里摘点新鲜的蔬菜瓜果，准备亲自下厨热闹一下。在村里，即使不去市场，许金本也能变得出一桌菜来。餐桌上的主角非沙螺莫属。用刀剜出白嫩的螺肉，再剪开一对触角，在清水中冲洗。如果不搞干净的话，就是吃的话会带沙。沙螺肉晶莹透亮，贝壳被打开时，吐出的白肉像是一条小舌头，不免令人遐想连篇。西施蛇由此得名。即使在北海市区的餐馆，西施蛇也难得一见。整个北部湾也就剩下村里的这块海滩有沙螺产出。村里外出工作的人忘不掉这甘甜的舌头，便经常周末回来大饱口福。粉丝是海鲜的百搭，炮制西施蛇也不例外。泡开粉丝，用酱油、蚝油、腐乳、黄豆酱等佐料一起搅拌均匀。粉丝垫底，铺上沙螺，然后等待水火交融。这个一般到7到9分钟左右，反正不超过10分钟就行了。这里面加了白糖、酱油、蚝油。许清本尤其钟爱在清蒸螺肉上浇一勺热腾腾的特制蒜酱，一道蒜蓉粉丝蒸西施蛇就大功告成了。沙螺做法很多，什锦炒沙螺也是村里的传统菜。热锅凉油，放完油之后就放那个红萝卜和那个青椒下去炒，炒之后的话再炒到2分钟左右，就立马放进粉丝去炒。这个大概炒到3分钟到4分钟左右。之后的话就撒一下那个葱花，然后再放点那个香菜。回口，過來嘈佢下底啊！過去嘈下底，放出去。粉丝蒸西施蛇，什锦炒沙螺，油炸沙螺。这小小的舌头嫩滑细腻，鲜甜可口，既养活了一个村庄，也在菜碟中绵延关于家乡的味觉记忆。外面没有这些沙螺吃，我回来之后经常叫朋友直接带给我吃。
一颗沙螺，一个村庄，味道的自然循环，沙螺的百年繁衍，嘴下留情，取用有度，成就家的永久记忆。早上7点，陈日安便奔向码头。今天难得风平浪静，可以出海了。准备去江红，搞那个牛边油螺和那个甲娃。跟船出海2个小时，只为收购牛边螺。穿好保暖衣，下潜10米，船工冒险海捕的牛边螺，是北部湾特有的贝类野生小象拔蚌。小象拔蚌壳薄且脆，因为又大又长的触须，被形象地称为牛边螺。象拔蚌是老饕们追逐的名贵海鲜。象拔蚌一辈子只待在一个洞穴里，饿了就伸长触须，捕食单细胞藻类为生，其他时间就安静地待在洞里，直到生命终结。系上10余公斤的铅块腰带，手拿铁钩，口含吸氧管，背着网兜，纵身一跃，潜入冬日冰冷的海底，这是海捕的常态。以前这里有东西这个干的，每天他出来干的都有几百斤啊，1000多斤的那个甲娃。现在呢，拖网拖死了，没地方没穿花。透过能见度仅为30公分的海水，在海底慢跑，下钩、挖螺、放入网中，如此反复，一次海捕至少要在海底作业8小时。1小时后，船工们陆续浮出水面休息。这片海底没有小象拔蚌，只有带子和花甲王。这里有差不多7、8斤了。这个产量就太低了，产量高了吧10几万。下体的大现在要吃饭了。陈日安非常失望，他要为2个月后的春节出货了。春节期间，小象拔蚌的价格将是现在的2倍。晚上6点。海船陆续回港，码头渐渐热闹起来。无主的海货，只要一靠码头，必然会被哄抢。这个终点是陈日安每天最紧张忙碌的时候。刚才呢抢了3条抢的货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在码头都是现金收的。我收的螺回来就放在自己的螺场里，到春节的时候我们要供人要挖人请水下去挖上来。今晚共收购3000斤小象拔蚌，30元1斤的收购价，到春节将会以60元1斤的价格卖出。第2天，冷空气消失殆尽，气温回升。陈日安开始分拣昨晚收购的象拔蚌。北部湾的野生小象拔蚌习性特殊，至今无法人工繁殖，只能抓苗回来慢慢养大。为此，陈日安发明了这套特殊的养殖池系统，确保海捕回来的小象拔蚌可以存活。为了筹备春节海鲜销售，陈日安开始控制出货量。今天只有1车象拔蚌发往福建。
用刀紧贴着蚌壳，剜出蚌肉，剖开象鼻。剥去外膜，用水清洗。粉丝垫底，铺上蚌肉，撒上蒜蓉。象拔蚌一直是海鲜中的翘楚。对于陈日安来说，来自大海的味道根本无需画蛇添足的烹饪。上锅熏蒸，蒜蓉调出蚌肉的干爽，3分钟之后即可享用。海边渔民有时更加简单直接，把象拔蚌滚水下锅，最多水焯1分钟即可捞起，无需任何调料，趁热塞入嘴里，绵滑柔嫩爽脆，还有股莫名的甜。水滚之外，还有火炙。象拔蚌遇高温迅速释出体液，连肉带汤一口落肚，奇鲜无比。没有炫技的烹饪手法，没有复杂的调味增香，没有吃喝的繁文缛节，简单才是最好的。五华县老河仓村有种传统美食，已经传承数百年。张远英在小溪里挖的河沙，正是为制作这种美食而准备的。采沙、晒干、筛选，这道美食关于沙子的工序才算完成。将烧开的水倒入谷子，文火焖煮，再将熟谷晒干脱壳，制成蒲米。河沙和蒲米正是张远英制作传统爆米花的必备材料。热锅，再放入晒干的河沙与猪油翻炒。猪油能裹住沙子的热量，让河沙不断的升温。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工艺，小孩子可能就不会像我们那样的年纪耶，就要把它传下去。好了，待沙子受热均匀，再放入蒲米。原本体态瘦弱的大米与高温的河沙不断的摩擦，迅速爆裂，10秒就成了体态丰腴的爆米花，米香四溢，惹人垂涎。刚刚炸水嚟嘅，爽啊你！好，快点好水好哈。我这水米包的，然后这熟米当。今天，在深圳工作的侄女儿休假回村，张远英还要为晚饭忙碌。张远英叫上哥哥上山采集南薯，在客家人的餐桌上，南薯是少不了的一道菜。每年到农历12月，南薯的根部发育成熟，客家人便开始上山采集。好些嘅南薯，
能施肥。南蜀就是芭蕉鱼。上个世纪3年困难时期，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深入人心。南蜀这种高淀粉含量的植物，从此摆上了客家人的餐桌。将南薯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在特制的磨缸里，顺着磨缸的凸点来回将南薯磨碎成泥。接下来就要洗粉，将南薯泥放到滤网上，在流水中来回揉搓，南薯中的淀粉会被水一起带走，沉淀在缸底。这个南薯本来就是不是很容易做出来的，这工序特别多，就特别好吃啊。因为它那个吃起来都很爽口的。将沉淀的南薯粉加水，加入极少量明矾，倒入特制的锡盘，用猛火蒸5分钟便可起锅。来，哎呦哇，好漂亮！即上嚟一路嘅。把蒸熟的南薯粉晒在户外，经过阳光的抚慰，南薯粉愈发的透亮洁白。晒上3天便可保存下来，直到春节。南薯粉几乎与任何食材都百搭。热油爆香青葱，翻炒，再加入南薯粉，快速转勺，不让薯粉成团。南薯粉一熟，翻炒1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老妈子，来。不行，大家請尊單過嚟，你食多啲啊。好。我睇下菜。哎，慢慢吃个粉，来我喂你。啊，哎呀，好棒！南薯粉透亮，藏不住一丝杂质，吃起来清爽，其实本身无味，极像客家山民的淳朴本质。食物匮乏年代里嚼之无味的救命草根，却被感恩的客家山民延续至今。钓友阿辉厨師出身，主動請纓來做這盤海鮮刺身。好新鮮啊！你睇下放魚放到好靚，再完全個根本完全冇比。你睇下啲肉質就知啦，你望下啲肉質。一點火山鹽，一滴秘製醬油，便是生魚片最好的佐料。在海钓圈里名声越来越响，跟陈明要鱼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陈明干脆开了个工作室，做起了钓口鱼的买卖。鐵頭英哥又叫做龍頭酥味。海钓迷享受钓鱼的过程，自家钓鱼吃不完，就送到陈明这里出售。他不推崇搭配芥末的日式吃法。烧开水，加入生抽底料，再放入新鲜的鱼头、洋葱、胡萝卜、西芹、香菇、八角、月桂等调味。一滴酱油便能唤醒新鲜鱼生的海洋气息。陈明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，热衷咏春拳，师从咏春智者李志和。每周，他都会抽出2天时间来和师兄弟们切磋武艺，
海钓需要身强体壮。整體嚟講咧，阿銘都算打得唔錯㗎啦。訓練2小時，體力消耗很大。邀請師傅和眾師兄弟去自己的檔口吃宵夜，主角依然是來自南海的魚生。無敵大刺身，簡單介紹一下。嗱咁啊，呢啲魚咧，全部我哋中國南海手釣翻嚟嘅純野釣。海鮮滋造就是今晚夜宵的主盤，紫鯛。肉質接近金槍魚，口感爽脆，夾帶濃郁的魚油回甘味道。犀牛蝦，來自南沙和西沙交界處的火山斷層，肉偏白，脆口清甜，金黃色的蝦膏入口即溶，乃蝦中極品。黃尾東，有着夢幻般的外表，肉質也夢幻般的鮮甜。飛魚刺身是陳明的摯愛，自然少不了它的位置。好正啊！呢個好爽細好鮮啊條飛魚。生佢食晒先之後咧，就飲翻啖薑茶，暖個胃，再食熟嘅。啊，唔可以生熟錯開食。想用魚生的方式簡單至極，回歸樸素，這就是老廣面對大海的味道哲學。